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9月11號，歡迎收睇今日泰國。今日本地新聞包括有前總理他信入獄最新報道，新酒類法開放24小時賣酒，純屬誤會。新總理上場，取消20泰嘅地鐵票價推行。Safari World 動物園飼養員遭獅襲擊喪生，泰國新任總理夫人爆紅等等。而家立即為大家報道。泰國前總理他信西果瓦因最高法院裁定需服刑1年，被送往曼谷克隆拍咗中央監獄。監獄環境艱苦，囚犯要席地而瞓，僅有3張凳，伙食清淡，沐浴區存在暴力風險。曾服刑嘅社運人士宋玉形容唔係一個友善嘅地方。懲教署副署長陳金查立帕指，他信入獄頭5日要先隔離，現時每日早餐係2隻雞蛋加咖啡，睡眠正常，精神狀態穩定。未來或者安排嘅利用語言專長教導其他囚犯。目前仍然未開放探視，隔離期滿後，他信可列出最多10名親友進入會見。外界預期日後佢或有機會申請監外服刑，但暫時需適應嚴苛獄中生活。泰國總理阿魯廷查因維拉空表示，政府可能取消上屆為泰黨推行嘅20泰嘅單一票價政策，理由係財政負擔沉重。呢項政策最早喺2023年10月紅線指線試行，經過接近2年籌備，原定於2025年10月1日全面推行，但係阿魯廷政府一上場就因財政問題表示可能要修改。泰國消費者委員會 TCC 反駁，指出政策實際補貼僅大約2億泰銖，遠低於原本估算嘅30億泰銖，並有助減輕家庭開支、減少污染、改善生活質素。TCC 建議政府可以透過恢復車輛稅或者收市區泊車擁堵費作為替代資金來源，並強調取消各線重複入閘費已足以降低成本，吸引更多乘客。該會亦引用世界銀行指標，指交通費唔應超過最低工資嘅10%，而20泰銖嘅票價正符合標準。泰國新修訂酒精飲品管制法已刊登皇家公報，並將喺60日後生效，但暫時未有開放全天售酒，亦未允許廣告。現行規定依然有效，酒類只可以喺早上11點至下晝2點，以及下午5點至午夜12點出售。學校周邊逾1萬個禁售區仍然禁止賣酒。廣告方面依舊全面禁止，包括隱性品牌行銷。新修訂主要有3個變化：廢除舊軍政府命令，取消1972年同2015年2項限制性命令，為未來重新檢討售酒時段同校園禁售區鋪路。成立新委員會，將設立國家酒精飲品政策委員會，負責制定細則、指法，決定是否調整售酒時間與廣告規範。廣告條文更新，新法提及禁止廣告，但例外於知識或宣傳性質，但實際點樣界定仍然要等新指法解釋。換句話講，新法只係拆舊規，等新委員會再逐步訂立細則。暫時一切規定同舊法無異，全天售酒與廣告解禁仍未落實。9月10號，2名中國遊客喺芭提雅近蘭島海域駕駛水上電單車時失事墮海，男子獲救，但其妻第日被發現已經身亡。死者為楊姓女子，28歲，遺體仍然着住救生衣，喺 Konok 北面約1.8海里被尋獲。其夫為馬姓男子，33歲，曾同妻入住春武里島上一間酒店。兩人喺周二下晝喺蘭島塔灣海灘租用一部 Yamaha 水上電單車，但未如期歸還。艇主報警之後，海事救援隊於第二日凌晨2時半發現馬姓男子，上晝10點40分再尋獲涉事電單車，隨後揾到女方遺體。馬姓男子向警方供稱，強風令佢哋翻艇，無法游回岸邊。警方正調查意外成因，女死者遺體亦已送驗屍。9月10號，曼谷 Safari World 一名58歲飼養員喺加車遊覽區落車時遭獅群襲擊，送院不治。遊客全程目擊。死者已喺獅虎區工作近20年，妻子同家人對事件深感震驚。保育廳已經下令獅虎猛襲區暫時關閉，涉事5頭獅子被隔離訓練。園方強調40年嚟首宗意外，承諾照顧死者家屬，並加強安全措施，提醒遊客切勿落車。
泰國超柏椰快船公司公布，由於曼谷湄南河水位上升，旗下快船將自本周五起暫停停靠拉馬六世橋碼頭。公司強調，待水位恢復正常後，將會恢復該碼頭嘅接載服務，並就造成不便向乘客致歉。近日，泰國新任總理阿魯廷查恩維拉空嘅夫人 Jad Tanen 成為網上熱議人物。佢唔係明星，而係一位才貌雙全嘅咖啡店老闆。Jad Tanen 出身於拉朗府嘅家鄉經營 Jajak Coffee， 成為當地人氣地標。其後，佢喺曼谷開設設計獨特嘅 Jarista， 不但有創意菜單，仲會用家鄉拉朗府嘅食材。據報道，阿魯廷同 Jad Tanen 嘅愛情故事就由咖啡店展開。阿魯廷係 Jajak Coffee 嘅常客，兩人由相識到相戀，最後結為夫妻。雖然年齡相差近20歲，但關係一直穩定融洽。最新 APEC Consumer Navigator 調查顯示，泰國成為亞太地區最悲觀市場。71%受訪者認為經濟陷困，56%跟預期未來6至12個月會惡化，55%泰國人相信經濟已經陷入衰退，高於澳洲36%、印尼34%、中國13%，僅40%受訪泰國人能夠支付全部開支，比例最低。泰國消費者特別係 Z 世代普遍財務壓力沉重，60%表示難以管理支出，59%認為財務狀況唔好或者非常差。調查建議品牌應突出物有所值、會員獎勵同透明定價，以安撫消費焦慮並維持忠誠度。以上就係今日泰國嘅新聞。如果你想持續緊貼泰國最新局勢，記得訂閱頻道、like 同 share 影片支持我哋。你亦可以考慮加入頻道會員，又或者喺 Patreon 支持我哋，幫助我哋製作更多高質內容。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集再見，拜拜。